你风流倜傥，无人能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。下雨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下雨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你以为我笨呐？你要考说人家我不知道啊？喂，什么考手啊？你讲清楚一点啊！什么？家福，不要这样啊！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打架的。走，我们去吃蛋糕，好不好？阿娇，来，我们吃蛋糕。它的烤卷头好香啊！啊，吃啊！你该不会是要一直坐在这边看着我们卿卿我我的吃蛋糕喝咖啡吧？我就是要看你怎样骗阿娇。老大，如果你不善忘的话，你一定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什么。我要把阿娇从老高的手里救出来，我要她得到新生，我要她做我的女人，我要永远跟她在一起。现在我什么都照做了，我要跟阿娇在一起，她也选择跟我在一起，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离，包括你。我知道老高这个人很变态，我也知道家里非常反对我这么做，可是我也跟大家说得一清二楚，我会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，也会为阿娇负责。你负责个屁呀！要是老高用火烧你，用枪水泼你呢？还有呢，碎尸万段，五马分尸，来呀！再毒辣再卑鄙的手段呢，叫他尽管使出来，我看他怎么样。来呀！妈的，你以为你在演戏呀？我不会笨到现实和演戏都分不清楚。总而言之啊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爱阿娇，我愿意给她幸福，我愿意为她牺牲。而你呢？你也喜欢阿娇，也追求过她，可是你只敢想，不敢做啊。整天只会怕对不起老高，又怕家人骂你，顾前顾后，畏首畏尾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敢叫他跟你在一起啊？你不觉得真的已经太迟了吗？你放什么屁？那不要说我没警告你啊！要是你们在一起的话，你们的结果很可能就很像这杯咖啡这样苦。怎么会是甜的啊？我们两个当然是喝甜的啦，只有你这个笨蛋才喝苦的。我说不过你，不跟你说。阿娇，我们走。我大哥就是这样子，以为自己好像很厉害，他根本就是外强中干。家福，我心里很不安。你怕我大哥去跟老高说？不是，我下次不会这么做的。只是我担心，我们的事很快就会被老高知道。知道又怎么样？我巴不得现在马上就让他知道，这样子我们两个就可以光明正大走在一起了。你照我的话做，今晚回去呢，就跟他摊牌，跟他提出离婚。如果他使用暴力的话呢，你就报警，到时候警方会帮你安排去一个庇护所，那你自然有人会帮你的。还有啊，
你要向法庭提出人身保护令。等老高知道以后，那就太迟了。如果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，就让法庭跟律师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些发生的太快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爱情总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发生，那才浪漫，那才值得回味。爱情是不顾一切，爱情是不怕阻碍，爱情是肯为你所爱的人牺牲。可是我，你是不是怕面对老高？那你就离家出走啊！出走？你离开之后，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地方住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慢慢去解决你跟他之间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喝番薯汤。妈，大哥。雅喜，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对啊，在公司开了个长期会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你进去啊，叫假期出来喝番薯汤。老爸就不必叫了，他这个人呐，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。哦。大哥啊，喝糖水了。哎，问问那个怎么躺着都不舒服，佳琪刚刚看了他，什么事啊？小感冒没事的。没有给他吃药啊？他说不用吃药哦。对啊，感冒只要多休息、多喝水就行了，动不动就是看生是我，这点我最反对的。我们应该提高我们自身的抵抗能力啊，动不动吃药反而会使那个病毒啊越来越强的。如果是小病啊，应该尽量避免吃药。哪有看病不给药的医生？将来我要开普通诊所的话，谁敢找他看病啊？对呀，你肯定打蚊子。佳琪说的对啊，现在的人呐，一点小毛病啊就吃一大堆药，就算是没有病啊，也吃一些什么营养品、保健品啊、维他命的，到头来啊，身体反而越来越弱。就跟一个什么 SARS 来说吧，搞得世界啊大乱。对呀。你也感冒啊？跟我讲话。我当然跟你讲话，难道我跟空气说话？你今天怪怪的，从刚才现在一句话都没说。我刚才也觉得他怪怪的。有话才说，有屁才放吗？没话就不说，没屁就不放咯，这很奇怪咩？吃错药了，别管他。哎，佳琪啊，有空检查一下，更年期到了。大概年轻，离更年期还远呢。好，大哥。妈的，我去拿一碗给温温。我回来啦！大妈、二哥、嫂。哇，番薯汤啊！大妈，有没有我的份啊？有了，这是呈给你的。那这是你的，谢谢。我说大哥啊，喝番薯汤呢最适合你了，因为可以清热降火啊。干嘛？烫啊！怎么了？秋咯。你又怎么了？热。怎么可能又烫又羞又热嘞？大妈，我饱了。我也饱了。我也吃饱了。雅琪啊，他们吃那么快，赶去做什么？哦，可能是看摔跤赛吧，大哥最喜欢的。你们怎么搞的嘛？两兄弟打到这个样子，好像摔跤比赛这样子。大哥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你问他咯，他抢老高的老婆嘞。啊？他也想抢。我哪有？
你不是叫阿娇跟你在一起，你说了出口就得承认了。好，你不这样跟他说，我会这样跟他说。小师你 ，sorry 啊，他自愿跟我在一起的。我自愿，你明明在逼他嘛你。哥，我逼他，哈哈哈！我需要逼他嘛？哈个屁！你就是在逼他。喂，你去逼他看看，你看他会不会跟你在一起？过来，什么？如果你一开始喜欢他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追他呢？你没有那个种的话，你就不要来破坏我。谁讲？他跟他不说意思，谁没讲？不要踩啊！妈在外面，不要，够了！天哪，你们竟然打成这个样子！原来你们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啊！那天在后巷啊，大打出手啊，气他妈差点进医院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。你们到底清不清楚你们做什么事情啊？清楚啊！我都说过了，我会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负责。负责个屁！你阿娇跟你跑路，你们老公不知道啊？知道又怎么样？我管他老高还是老低的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是啊，等他用火来烧你的屁股，看你想做什么。来呀，离家过来！你快讲，你会讲什么？说什么？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那你们听我说好不好？现在第一，老高到底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啦，我看就快了啦。第二，大哥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有什么怎么做？这死老高整天打阿娇咬阿娇，那如果阿娇反抗，我肯定要帮他，又支持他的吗？但是我听家父说，你要阿娇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是啦。那你承认了？你承认了？什么？怎么样？上！大哥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你要帮阿娇，跟你阿娇跟你在一起是完全两回事哦。你帮阿娇，江湖上人会称你有道义，拔刀相助，有正义感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你要阿娇跟你在一起的话，这牵涉到私人的感情啊，人家还说你勾引他人的老婆，事情就非常的复杂。有这样复杂咩？非常的复杂。那你还想不想跟阿娇在一起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是啦。那你呢？我跟他可就不一样了，我还拖过阿娇的手啊。那肯定是逼他了。还 kiss 啊！你硬来的你。什么硬来？我有必要硬来吗？你现在随便找一个女孩子去强吻她看看，你看她会不会告你非礼才怪？啊？二哥，我看这件事情啊，我不需要退了。我都知道了，我了解了吧？这样子听我说好不好？从今天开始，从此刻开始呢，你们都暂且按兵不动，不准接近阿娇啊！这些由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他答应我就答应喽。啊！哎，就是这样了。 OK， 我懂，我了解。行。这两个家伙真的用尽蛮力，打到遍体鳞伤。不过现在更糟糕的是，大哥跟小弟同时迷上老高的女人呢。这件事情可大可小的，我要想个办法解决才行啊。哎呀，女人真是祸水。哎，关女儿什么事啊？原来你也是只猪。哎，你干嘛骂我是猪啊？不是吗？大男人沙文主义猪，你们男人就是这样的，事情发生了就说女人是祸水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这些麻烦都是你们惹出来的。哎，喂，你真的是冤枉我了！我话都没有说完，我本来要说女人是祸水，男人是祸胎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个世界呢是由男跟女组成的，伊甸园就一对男女都惹出祸来，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男女，不麻烦才怪。因为我有我派你出马，就能够力挽狂澜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这个本事。不过根据我对阿娇的了解啊，我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，只是单纯中呢带着倔强，对这个花花世界呢又充满好奇心。不过我相信啊，她没那么大胆。如果不是家父鼓励她
他应该没有想过要离开老高的。就是啦，就是那个自以为情圣的小弟了，还拼命的帮那个阿娇脱离苦海。我知道，我跟他谈过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理直气壮的说他没错，人家已经是有夫之妇了，在情在理都是他不对。话说的也是，但是怎么看呢？那个老高跟阿娇就是不相配嘛。但是在法律上，他们已经是夫妻了。是，但是婚姻呢，是需要两情相悦，像我们这个样子才会幸福美满。不过婚姻呢，是需要当事人自己解决的，外人介入啊，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。太迟了，我老哥跟小弟一只脚已经插进去了。哎，可是，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可是了。反正他们现在是成年人，知道事情的后果的。话说回来，这件事情的后果可大可小的。大概怎么样？小怎么样？哈，大会大到全世界都知道，左邻右舍都知道，全新加坡都知道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如果闹出血案的话，会不会上新闻头条？那肯定会啊。当然了。到时候最麻烦的就是妈的心脏啊！那小的呢，又会怎么样？小的话，如果我们小心处理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可以把这起风波的影响呢压到最低。你有什么妙策？我以为你有啊。我怎么会有？你不是读过《孙子兵法》的吗？哎，对呀，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娘子了得，我这就去拿。啊，你娶了老婆就松懈下来，《孙子兵法》也抛到脑后。看来我要想个法子，让你时时刻刻保持警惕。你不要这么残忍好不好？我已经被他们搞到头昏脑胀了。那就这一张好了，孤兵贵肾，不贵酒。有就是说啊，速战速决，不要拖泥带水。那不是废话吗？何必《孙子兵法》说啊？我牙子也会说。那我换一张好了。不要再看《孙子兵法》了，还是听听牙子兵法吧。你有办法吗？好，那就请牙子大人告知。牙子说，是，如果阿娇跟老高真的没有感情了，真的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，那应该由阿娇向老高提出离婚。一旦离了婚，他就是自由身，他就有权利选择和谁在一起。对。不过这个期间，外人千万不要介入，要不然整件事情会变得很复杂。说得对，牙子大人英明，果然聪明。说得对。一旦阿娇呢解决那方面的问题呢，那大哥跟小弟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，问题不在于他们喜欢阿娇，而是阿娇喜欢谁。一旦阿娇表态的话呢，那事情就解决了。所以问题的源头还是在阿娇。对。不过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呢，我们千万要小心啊，不然会很复杂的。这段期间呢，绝对不可以让大哥跟小弟出面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由你出面。啊？No。不要这个样子嘛。No。牙子大人啊。不行。我跟你商量一下，来，这样子啦。这包黄豆跟酱鱼仔为什么放这边？阿娇，阿娇啊！啊？这2包东西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怎么可以不知道？是不是给邻居晾豆腐的？已经送去了。送去你们检查清楚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昨天看完你哥哥回来就整个人怪怪的，是不是你哥哥病发作到处打人？没有。你不要骗我啦！如果你哥哥没有事，你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的哥哥的病是医不好的，干脆啊送他进精神病医院，一了百了。都说我搞不神经病了。哈娜，你哥哥不会神经病，现在轮到你神经病。你看，这2种不同的酱鱼仔可以掺在一起啊！我这样啊会亏大本啊！我再整理一次。如果这样下去啊，不是你哥哥神经病啊，也不是你神经病，是我啊！哼，你跟我这里什么用？神经病就是神经病啊！难道我说不是，他就不会发神经啊？干脆啦，送他去神经病医院啊！都说我搞不神经病，听到了没有？最讨厌的我讲话。
帮他顶嘴。我是你老公啊，我要怎么骂你，你也不能顶嘴啊！听到了没有啊？送我去，给我整一下。你是不是怕面对老高？那你就离家出走啊！阿娇，雅西姐，本来想请你去喝杯咖啡的，不过看来你是走不开了。是啊，我今天是很忙，老高又去送货了。没关系，趁老高不在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昨晚大哥和家福在家里打了起来，他们又打起来了。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吧？这件事不能不解决了，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我不想这样的，我真的不想这样的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不是怪你。其实我跟佳吉有同样的看法，那就是大哥跟家福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，你这方面的问题才是关键。刚才我看见老高打你了，坦白说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老高？那你有没有打算跟他离婚？你说我们自私也好，想置身事外也好，我们只是不希望大哥和家福卷入你跟老高的纠纷中。所以在你离婚之前，你不应该跟他们有任何接触的。当然，你离婚后你是自由身，你想选择跟谁在一起，我们大家都会祝福你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，这件事是我引起的，我应该自己解决。那好，如果你需要律师帮你，你可以找我，我可以跟你安排的。你有我的电话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拜拜。文文，妈咪 ，How are you? I miss you so much. I miss you too. How's Daddy? Sir is working very hard. 他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来。He misses you and Mom. 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知道的。他每天都叫我整理文文的房间，还有你的 dressing table. He must be preparing for both of you to come back. 好啦，不要替他宣传啦，不要谈这个人啦。你自己有什么打算？你要回菲律宾呢，还是要换雇主？妈咪不要不要，妈妈咪 don't leave us， 不要离开我们，你不要走。I also don't want to leave.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们不是不要留你，而是真的没有办法。Sir现在一个人住，他是不可能留你。而我呢，不怕坦白跟你讲 ，Candy 呢已经暗示我很多次要我离开婚纱店，现在只是等我自己开口而已。我真的请不起你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No， 妈妈咪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妈咪想想办法。好啦，都这么大了，动不动就哭，以后怎么出去跟人家竞争呢？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，你哭你掉眼泪，代表你受不了压力，扛不了责任，做不了大事，你会被人家淘汰、踢出局的，你知道吗？让我再想想办法。谢谢妈咪。Thank you, Mom. Thank you so much. 妈妈咪，你在做什么？文文 I tell you a secret. 你 Daddy 可能有 girlfriend。不会的。我不是胡说的。我昨天听到有一个女人打电话给他，3 times, every time the same voice. 哎呀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可能是谈生意嘛。You listen first. 他还说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好啊，哪一天有空我请你吃饭。那不如后天一起吃晚餐，好不好 ？So， 你想想，2个人一起吃晚餐啊，如果不是 girlfriend， 吃了晚餐就变成事了。后天，你什么时候听到的？昨天。那不是明天吗？
们租店而已吗？合约一到，我们要他滚蛋，他就得滚啊！竟然要求我们赔偿 ，ridiculous， 简直是笑话！真是太过分了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租户啊，如果他们来硬的，你们呢一定要比他们更硬哦。所以我已经告诉他了，限他3天之内要搬走，要不然我就叫搬运公司到店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赶走，到时啊，他要付出一切的费用。哇，对，就是用这种方法对付他们。人家说好来好散，你们搞成这样子，会不会两败俱伤？哎呀妈的，不会的，要伤也是他伤，不会是我们伤。就比如说啊，人家会不会把店啊搞得乱七八糟啊？哎，对哦，如果他们把店搞得乱七八糟，那你们不是要付一笔很大装修费？那不是不划算？你们放心，这一层我都想过了，所以我在合约上面已经注明，店里所有的损坏，即使是一块砖裂了，我都要他赔。Honey, do you want to have tea with me this late afternoon? 那他肯定都说你们啦。那还用说？William, where's my soup？ 我的汤啊！我要一碗。哦。加几汤。谢谢。我的呢？来了。佳玉啊，听说你要把你们家的牙梯送回去啊？昨天已经送走了。为什么？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哎呀，他的工作态度是不错了，不过人不老实，喜欢偷吃。哈，你不要跟我说他偷男人呐！哎呀，姑姑不是偷男人的偷吃，是喜欢偷东西的偷吃，给我们抓到，所以就叫他滚蛋。怎么会偷吃呢？你们没给他吃饱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家里的鱼啊、肉啊都任他们吃的。汤来了。那怎么搞都会偷吃呢？那他一定是肚子很饿，受不了了。听说有些主人啊，每天只给女佣1包快熟面，当人家问起的时候，还好意思理直气壮说啊，那快熟面啊是鲍鱼鸡汤面。Hello， 我们才没有那么刻薄，我们家一冰箱一橱柜的东西都任他们拿，任他们吃的。不过这个女佣可厉害了，哈，鱼啊肉啊，她都没有把它看在眼里。你们猜她偷吃什么？哎，偷吃什么？我的燕窝，还有 Patrick 的鲍鱼啊！哎呦，要命了，他们真会吃啊，吃燕窝鲍鱼啊！对啊，哎，妈的，你也知道 ，Patrick 最喜欢吃鲍鱼配块熟面，我们的鲍鱼是整箱买的嘛，所以偷吃到我们都不知道。好脸。不过还好，有另外一个女佣跑来跟我们告状，结果给我们抓到呢。我跑到她的房间再查，她偷偷藏了3大瓶燕窝啊！我问她 ，You know what is this？ 你懂是什么吗？你猜她怎么回答我？她怎么回答你啊？她说 ，Mom, I know you drink this every day 啊 ，That's why 啊，your skin smooth 啊。我的妈呀，她都知道喝燕窝皮肤会光滑。佳叶，这种女佣啊不可以留啦。所以呢，我就叫她滚蛋了。啊。正好啊，那我的妈妈咪就给你办一办手续 ，transfer 就行了。你说什么啊，大姐？我说啊，我的妈妈咪给你用。你不用妈妈咪了吗？我的家公家婆去世以后，我搬回来马德家住，我就算想用它，也没有地方给它睡呀。哎，对呀，反正你要请佣人嘛，妈妈咪啊是又聪明啊又伶俐，这么多佣人里面，我觉得妈妈咪最好啊。对呀，我也是觉得妈妈咪最好啊。嘉喜啊，最有眼光。那人家请佣人请了几10个都请不到一个好的，嘉喜一请就请到妈妈咪。嘉喜啊，你真厉害。选佣人真的要凭眼光了，那就凭一张小照片，还有一小段录像，就决定请还是不请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啊，却决定你的生死啊！哇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没这么严重吧？你没有看新闻吗？不是有2个女佣杀死她主人吗？另外一个女佣杀了主人之后还放火烧尸啊！所以不是吓唬你们，请一个坏的女佣，简直是放一把刀在身边啊！就是啊，佳玉，你就请妈妈咪吧，妈妈咪可以信任的。是啊，佳玉，我也觉得妈妈咪不错的。还是不要了。New maid is better than old maid， 请一个新的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就是哦，有现成的不用，干嘛要给那个女佣代理赚一笔钱啊？哎呀，姑姑，大家的要求不一样吗？大姐觉得妈妈咪好，我未必觉得她好，更何况我家里都不需要照顾老人家，主要是做家务而已吗？妈妈咪的家务做得很好，她手脚很快的，洗衣煮饭抹地啊，样样都行的。对啊。我家用很多现代化的电器的。哎呀，那又怎么现代化？来来去去不是洗衣机、吸尘机，难道你家有机器人啊？即使不也可以学的吗？对啊，妈妈咪很聪明的，一教就会了。对什么对啊？你好像跟屁虫一样。我是
觉得你不用妈妈咪很可惜吗？对，请佣人的是我，又不是你，你可惜什么？李亚，反正你都要请多一个女佣，就用妈妈咪嘛，要不然请过来不适合又换来换去，麻烦的。哦，那最多倒是不要请咯，反正现在行情那么差，能省则省，save cost 嘛的。不是吧？你哪有资格说这些话啊？你们两个的月入啊，至少也有几万块吧？喂，大姐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打官司，律师费啦、堂费啦，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哇，你看去，我们真的打输了，连屋子都没有得住，还说请佣人，难道到时才来哭穷啊？不用就不用，讲那么多废话，最多我把马妹妹送回去就是了。妈的，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！我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不请你的女佣又怎么样？你看他。哎呀，好啦，懒得理你们两个。哎呀，不讲了，走了。哎，姑姑走了，马上走了。哎，你要走了。哎，拜拜。好的，走了，拜拜，姑姑。拜。走。今天早上你不是说要去选女佣？是啊，我是说过要去洗。那刚才你又……哎呀，我就是不想用妈妈咪啊，不想吗？为什么？我不要请一个 spy 在我家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妈妈咪会是间谍 ？And then， 他跟大姐打工打了这么久，他们的感情一向来都很好的。要是真的请了他，他不把我们的家事全部报告给大姐听才怪。嗨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赶紧走了。还好，我了解你们这种有家庭的男人行动没有那么自由，所以我是不会怪你的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。请问这位先生，请问点什么？Ice lemon tea 吧。那么一定赚很多钱喽。希望如此啊。今天约你出来，主要是让你看一看我们的投资成绩。那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在上海浦东的 Fitness Center。装修跟配备都七七八八了，我已经委托经纪公司帮我们开始招收会员，而且啊，我刚接到消息说反应非常的热烈。那你看，这就是当地报纸的新闻，到男女健身中心，短3天，会员人数超过60%，反应空前热烈。嘿，那是不得了的成绩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才急着跟你分享嘛。本来我还预计要过半年才会有盈利的，谁知道现在一开业，马上就可以赚到钱了。这都是你的功劳哦。不，那是你眼光独到。虽然地方是我选的，可是决定投资的是你啊。要不是你马上投进30万，我也不敢踏出这一步。搞投资嘛，就要胆大心细，看准时机就要马上进场，要不然就要把人家半拍的哦。对啊，好像我们这次招收会员的反应那么好，马上就有财团说要加盟了。那不是太便宜了他们？是啊，我也不想他们进来分我们的盈利。可是什么？以我们现在投资额来说是不够的。如果我们再找投资伙伴的话，肯定要再注资进去。你怎么看呢？那要注入多少资金啊？至少要50万，我这里可以筹到30万。那其余的20万，我来想办法好了。好极了。什么时候有空到上海去视察一下？我最近很忙，都不太可能。不如我们找个地方。你不怕私家侦探跟踪啊？算了，等你有空，我们再出国好好享受吧。我还有个appointment，你先走了。你如果没有空，把20万汇进我的银行户口就行了。拜拜。温温，
怎么来了？我要看你妈。哦，你今天不需要去上中国通识课吗？哦，我老师生病了，所以就换时间了。哦，你来找爹地，为什么之前不给我一个电话？我要给你个 surprise 吗？哎呦，你好顽皮啊！那你来找爹地，万一爹地不在，你该怎么办啊？我就搭巴士回去喽。嗯，你年纪那么小，一个人跑来跑去很危险的。人总是要独立的吗？妈咪现在已经让我自己搭车啊，去上学了。嗯，那他知道你来我这里吗？嗯，哎 ，Daddy 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爹地要去跟一个朋友吃饭。哦，是谁啊？哦，是名牛猫的老板娘。最近啊，她介绍很多客户跟爹地买蒸锅，所以今天呢，爹地一定要请她吃饭。哦。Daddy 啊，我还以为啊能跟你一起吃饭呢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傻瓜，你可以跟爹地一起吃的吗？好啊。阿妹，快叫阿姨。你这是温温啊，哟，长得可真可爱哦。我听你爸爸说啊，你又聪明又懂事。文文呐，阿姨都说你懂事了，还不赶快叫人 ？Hello， 你好。你还是没有叫到他啊？没关系啊，小孩子都是这样子。来，过来叫吧。他自己跑来找我，吓了我一跳。幸好我没有出门，要不然他就要吃闭门羹了。你想念爸爸啊？哎，你要吃什么？是五香还有炸鸡翅膀。天气这么热，你知道这些食物啦。我就是喜欢吃。阿妹，你要吃什么？随便好了。我都已经请你来火锅省得吃了，你不要客气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尽管叫，千万不要对我客气。如果我客气的话，就不来了。好吧，你跟我叫，我在下面吧。好，那我去叫了，你不要乱跑啊！在这里陪阿姨说话。文文啊，不要上课啊？你今天不用开店啊？我的店要卖掉了，所以这2天没开。哦，倒闭啊？也不是，是我现在要卖掉它，没办法。你结婚啦？不要告诉我你离婚了。是，我是离婚的。糟糕了，那他跟我 Daddy 就是同病相怜了。我听你 Daddy 说，你是个小天才，会背很多唐诗哦。不要说这些虚伪的话了。我们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你是不是对我 Daddy 有兴趣？我真的给你吓一跳哎！请你不要转移话题。你今年是不是11岁啊？请你不要把我当成是小孩子，11岁已经懂很多东西了。请你老实回答我，你是不是想我和我 Daddy 在一起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也相信你一点都没想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不可能和我 Daddy 发生感情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。怎么会呢？你知道回答会或者不会。你这个孩子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 Daddy 还很爱我妈咪，他们是不会离婚的。所以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，请你不要破坏我们的家庭。好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破坏你们的家庭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我会先相信你，但是以后如果你没有遵守诺言，我会很恨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想法。我一直都知道你爹地很爱你妈咪，所以也希望你妈咪能回到他身边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本身有2个孩子，我刚刚跟我姐姐离婚，她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所以我们的感情破裂了。我孩子跟你一样，不希望我们分开，所以我还了解你的心情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破坏你们的家庭，也不会抢走你爹地。这样的回答，你满意吗？我可以感觉到你很有诚意。谢谢你，阿姨。
你最会肯叫我阿姨了啊？口渴，不要喝点水啊？不要了。你这么客气吗？先吃烤鸡翅膀，其他食物很快就来了。阿姨，你吃。还是你先吃，来。我大儿子小你1岁啊，也是没你那么聪明哦。他今天考分流，我希望他可以考进燕湾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帮他，所以只能买一些 assessment 给他做。市面上有些 assessment 是很烂的，我开一张书单给你，买那些好的给他做。好啊，那谢谢你了。学志啊，看来我得向你学学怎么教小孩了。那是由我老婆教的，我只会宠不会教。所以我老婆整天说啊，如果由我来教温温啊，她早就被踢去验吹了。孩子啊，总是得宠一下的嘛。我看你呢，天生就是有孩子缘。那你看我家2个小瓜，就特别喜欢你哦。不过如果他们顽皮起来，你要对他们凶一点呢。不会啊，你那2个小孩子怎么会顽皮呢？他们每次来到店里都是很主动帮忙的。是不是辣椒太辣了？不会啊，这个人不舒服啊？没有。有点发烧哎。好像温温的。我看这些食物还是不要吃了。没关系啦 ，Daddy， 我只是小感冒而已。二舅说只要多喝水、多休息就可以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在阿妈的家好好的休息呢？学志，我看你还是带温温回去吧。我去药材店买些凉茶给他喝。哎，可是你还没吃啊。没关系的，孩子重要嘛。那些食物你可以打包的。我先走了。哦。哎。妈，等下爹爹去打包食物，你在这里吃啊，不要乱跑啊。妈咪看见有新弟出现，一定很紧张的。温温怎么样啦？哦，他在房里休息。我刚刚帮他量了体温，是37.6度，还好不是很高。哦。我看只是一点小感冒而已啦。这凉茶虽然是有点苦，可是对于清热退烧很有效的，拿给温温喝吧。哦。这么苦，不要喝。哎，这个茶是阿姨特别买给你喝的，你就多喝一点吧。Daddy 啊，你老是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喝。好，你问吧。你是不是想追她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追阿梅阿姨？嘘，你小声一点啊！如果给他听到的话，我就惨了。在聊天啊？我可以进来吗？哎，进来，进来，哎，进来。凉茶是很苦啊。有点酸梅吧？谢谢。哎，学子，你先走了。啊，那么快啊？你吃饱了吗？啊，我拿回去吃好了。不了，等到回到家，那些食物都凉了。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吃吧。是啊，阿梅阿姨，我Daddy啊，本来是要请你吃饭的，可是因为我啊，还有你，连饭都没得吃。你还是快点去吃吧，要不然我会过意不去的。好啊，好，我吃了再走。我去看水滚了没有？来。哎呀，怎么那么迟还没有来？哇，这么大包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啊？学子，我看你还是帮我吃一点吧。哎呀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本来是要请你吃饭的，反正害你那么麻烦，真不好意思呢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又没有做生意。哎，对了，你准备再找地方开你的迷你市场吗？这次卖店我分的不多，又付了一笔律师费，哪有去开什么新店啊？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为了家里要2个小的，洗碗我也得去了。哎，学子，我真的吃不完了。我看我还是拿碟子一起吃吧。哦。哎，佳琪。哎，一定是妈咪来了。怎么样了？哦，她是有一点发烧，不过这样好了，在房间里面休息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
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相隔两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。